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快来跟迪丽热巴和郑秀晶一起反对高颅顶颜值霸凌。某书依然有成千上万篇如何打造高颅顶的笔记，某音平台也有无数视频，号称手把手教你打造高颅顶。但快醒醒！女明星大美女们已经清醒过来，开始逃离高颅顶漩涡了。你可别再吃高颅顶的亏。要说以美貌制胜，热巴去年一年都赢很大，尤其是年末短发造型，让整个人非常出彩。热巴这款短发其实很重层次的修剪，颧骨下方、下颌下方、锁骨上方和锁骨下的层次，让整体发型足够蓬松和轻盈，看起来又飒又利落，英气和美艳的平衡刚刚好。因为颞部两侧的头发足够蓬松，头包脸的效果也很完美，妥妥藏住颧骨和下颌，更容易突出完美的五官和优越的面部立体度。一套组合拳下来，就问谁还记得美女是低颅顶选手？同样反对高颅顶 PUA 的还有颜霸郑秀晶。在最新红毯上，郑秀晶颜值和身材都超优越，大气从容的顶流女明星真绝了。卡其色紧身礼服勾勒出完美身材曲线，棕栗色发色气质又显白。比起迪丽热巴的层次短发，郑秀晶的发型其实更适配大多数人。微卷大波浪基本不挑场合和风格，好驾驭的同时也能修饰我们面部轮廓的不足。郑秀晶虽然不爱高颅顶，但在头发的卷度上也有一些小巧思。通常在发根近额头的地方会略微向上拱起一个弧度，可以增多额头露出的面积，避免额头部分太窄突出下半脸的钝感，对发腮人群很友好。如果是偏分，可以像文佳音和裴珠炫这样，在头发多的一侧垫起一个更高更宽的 S 型刘海，不仅能拓宽额头，修饰发际线，刘海下端内弯的部分也能修饰颧骨。不管是搭配复古大波浪，还是长直发，效果都很不错。所以高颅顶和颜值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人盲目追风高颅顶，其实是混淆了高颅顶和头包脸的区别。很多人迷恋刘亦菲的高颅顶，但却忽略了刘亦菲整体头型的饱满圆润。我们追求的头包脸，并不仅仅是头顶上部的高度，还有头部外缘整体蓬松，保证我们额骨、颧骨和下颌的突出点都能包裹在头发的线条内。同时，抬高颅顶高度也有一定风险，比如对于迪丽热巴这种面部偏长、中庭占比大的脸型来说，抬高颅顶反而显得脸更长。而对于赵露思这种肩窄骨架小的小个子女孩来说，过高的颅顶有时候会显得头重脚轻，头顶的蓬松度靠几缕刘海来完成就足够。不少爱豆的头包脸效果都是靠专业的发型师和定型喷雾以及假发片来完成，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出门不用这么麻烦，露出一只耳朵就能搞定。其实想打造头包脸，最关键的就是增大头部两侧头发的面积。如果是散发造型，将一侧头发别到耳后其实是最讨巧的做法，掩盖住颞部区域的真实面积后，视觉上也能有头包脸的既视感。同时，这个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修饰发际线的问题，对秃头女孩很友好。想偷懒的姐妹们看到这里，可能已经去加购帽子了，但锐酱必须还要提醒一句，即使是戴帽子，也不要把头发全部向后拢，可以在额头和太阳穴的连接三角区拉下一部分头发露在外面，看起来也能加厚颞部的发量，看起来更头包脸。如果是扎头发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刘海，不管是长八字刘海，还是胎毛刘海，或者是龙须刘海，都能避免暴露不完美的发际线和不够饱满的颞部区域，即使不是高颅顶也能头包脸。新的一年，美女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被高颅顶 PUA， 头包脸不只有高颅顶一条路，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最好看。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